新西兰移民局呢，已经把护理这个行业加入了技术移民的列表，那也就是说，你从事这个职业是有机会完成移民的。上一期我介绍了一下，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个消息呢，收到一些小伙伴的问询，就是说想更多的了解一下这个职业是怎么回事，然后怎么样通过做这个职业来完成移民。今天呢，我详细的介绍一下护理这个工作是怎么回事，它的收入范围是怎么样子的。他的找工作的就业市场情况，这份工作到底做哪些事情？你做了这份工作以后，你的职业发展或者说你的职业通道是怎么样子的？最后一个部分呢，就是怎么样开始从事这份工作，怎么样申请这份工作，需要哪些条件，或者需要哪些文凭或者资质或者证书。现在我们就开始。一个部分呢是收入情况，那所有的护理。就是列表里面列出来所有的这个护理的职位，它都是在这个工资范围内的。这样一个表格呢，就是列出来了不同的等级和工资的情况。那肯定有人想问，每一个等级要花多少时间才能达到在线的嘛？你平时你正常是读书或者做工作的时候，利用自己的休息时间都是可以完成网上面的学习的。所以看人吧，这个。二级的话，我知道我身边有人最快的话2个礼拜就做完了所有的几个单元吧，他2个礼拜就完成了。要看个人，然后也要看单位，因为他这个是需要你工作单位的你的主管或者是你的经理，帮你签名，表明你合格的做这个。3级的话。大概2、3个月吧，我自己的话大概2、3个月能做完，当然也是要等公司的那个人帮你签名签掉，这个是挺耗时的，就是你自己不能掌控的部分。它官方给出来的那个时间的范围呢是2级，我不知道是多少，反正3级是12个月，然后4级的话是18个月，在这个期间里面你必须要完成，那肯定是没问题了。第二个呢是关于这个工作的市场，找工作的工作机会，在市场上面的工作机会。应该说这个工作吧，在每个地方都很容易找工作。那新西兰的话，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关于各个不同职业的政府网站上面有指出，这个工作它的工作机会是 good，就是非常容易找工作。因为或者你去那个招聘网站上搜一下就是了，很容易找。当然，在没有工作经验的情况下呢，可能第一份也是比其他工作要容易一些。没工作经验也是无所谓，没工作经验没 qualification 也是很容易就能入职的。第3大类呢是关于这个工作的工作内容是怎么样子，就是我从事了这个工作，那我每天到底要做些什么事情？这个呢，它有分成几个不同的类别。第一个呢，它是老年看护 aged care， 一般是在老年的护理中心，就是养老院里面。这个呢，我等一下放个视频的，方便大家能够了解具体是怎么样子的。它肯定不是1对1的了，一般是一个看护，他会同时服务十几个老人，帮他们就小推车或者是轮椅从房间推到活动室，从事各种活动，然后或者推去餐厅吃饭，需要的帮他们刷牙、洗脸、穿衣服。接下来的这个视频呢，大家可以看一下。Learning from their experiences, they've all had such amazing backgrounds. They've fought in wars, they've gone through the Great Depression. They have such a beautiful understanding of what life is really about and how important it is. It means so much to be able to share your past and to think that they're interested enough to sit and listen to. It's a great thing for a family to know that their mum or auntie is being looked after so well and so happy. I adore my job. There is nothing I'd rather be doing. It's grown my social confidence as well as just widened my mind about what matters and what I care about. They make me feel that you're important, that everyone's important. 视频的宣传肯定是都是好的一面，那我想说一点呢，就是我这边想表达的就是一些可能不太好的一面，就是你可能要帮，如果你是女性，你可能要帮男性的老年人洗澡、换衣服，送他们去卫生间，有的可能是要帮他们处理，就是换纸尿裤啊之类的，这个是身体上面的。那心
心理上面可能你要忍受的，有时候是有的老年人他可能因为身体不好，或者是药物的关系导致就脾气很差，就可能冲你发火，莫名其妙冲你发火，或者有的是比较健忘，就明明做了，他说你没有做这件事情。关于老年看护的一点好的和不好的吧。第二个，残疾人看护，残疾人看护呢，它也有分。是身体残疾或者是智力精神上的残疾，而且也有分两种，一种呢是24小时住家的看护，一直是需要有看护人员陪着的，这种是 residential 住家的。另外一种呢，他自己是可以自理的，就是不需要完全的看护，可能一天只有这么2-3个钟头或者3-4个钟头，他需要你帮他做一些他自己做不了的事情，比如说去超市买东西，然后我带他去看病，带他去参加一些社区的活动，这个呢是属于社区的 independent living， 所以残疾人看护也是分这2类。接下来这个视频呢是残疾人看护的一个例子，大家可以看一下。I was really into rugby. In 2016, I had a stroke. Everything changed. My passions are still the same, and Brent allows me to continue following those passions. It's something I used to take for granted, but it's something that I wouldn't be able to do without someone like Brent. For William, I just want to make things easier for him and more accessible. Some days it just doesn't feel like work, it just feels like you're hanging out with your mate. We have a lot of fun, me and Brett. We talk about a lot of things, and I appreciate him listening to what I have to say. The value that Brett brings to my life. Caring for someone, it's just so rewarding. You feel so fulfilled because someone else is happy, because you've done something to either encourage or empower. Working with Kitty is actually a real honour for me, because she's been my awesome facilitator for many years and friend. She's amazing. She says, don't change yourself to impress others, just be yourself because you are a beautiful wahine. My role is to help Madison achieve her goals. When they can lead themselves, I feel a sense of, wow, that's when I know I'm doing a good job. 那视频呢，可能是说了一些好的一方面，我这边再补充一点这份工作不好的地方，和刚才就是老年人看护类似，你如果从事的是身体有残疾的人的看护，那你需要做的事情和老年人的那个是差不多的，是需要有 personal care， 就是个人的护理的这个部分。精神残疾的话呢，那你可能更多的是要忍受你就是精神上面的一些，就可能有的人他会大吵大叫，或者说是不停的重复问你问题，就是虽然你没干什么事情，但是精神上面就很容易是精疲力尽的。当然还有更严重的，就发生在我身边，我同事他之前 support 智力有残疾的一个，但是也有些暴力倾向的一个，突然之间就是打中了他头，可能前1秒钟还是好的，在跟你讲话，就突然之间就拿东西敲了他的头，所以造成我这个同事脑损伤 brain injury， 家里面休息了1年半，然后还是得定期服药，就可能是终身的这种残疾，非常非常关键的一个就是你怎么样保护自己的安全。然后下面一个呢是属于心理健康有问题或者成瘾性患者的支持。Emotionally, I was all over the place. Where I'm at now is that I've rehabilitated myself enough to be self-sufficient. And it's great having Alex to connect with and bounce ideas off and to just enjoy each other's company. Usually what we do is just head out for a walk, just connecting like friends really. Having someone you can go to if you need help in any way, you know, emotional, practical. It's wonderful having support. When you can really positively influence someone's life and really enrich their situation, you kind of just get hooked on that. Before working in mental health, I've done 17 years as a salesperson. It kind of then changed the whole going to work the next day thing to suddenly
you're actually in the morning, you get up thinking, wicked, we're going to do this today, rather than thinking, oh, I need to get that guy to sign that paperwork. You're actually looking forward to coming back to work. 那我没有接触过，但是在 Support Living， 在我现在做的这家公司的同样一个小组里面，有人是 support 这样的患者的。等你去 support 他的时候，去他的家里面，他买毒品或者买大麻的人，也同时在他家里面交易。那这种情况你是阻止还是怎么样呢？那作为 support worker， 你能跟他说你这样是不对的，没必要去阻止他，你就打电话告诉领导说有这么一回事，你走就是了，避免所有可能你会受到的任何伤害，所以尽快离开就是了。第4大类呢是属于就是对于青少年和儿童的这么一个 support， 叫 youth worker， 他们一些教育上、一些人生上面的指导，就可能你更多的是作为一个 role model， 身边没有人做这个，所以我不知道是怎么样子的，但是这边一个视频可以帮助大家了解一下。 Kia ora, I'm Michelle and I am a youth worker and welcome to my day. A youth worker is someone who's there for you and help you find the things that ignite your passion for life. There's many things that we do as youth workers. I would say one of the biggest things is we are connectors. So we're helping and supporting rangatahi young people to connect to the community, families where possible, to services that they need, health services, employment. I would say listening is probably one of the most underestimated yet most valuable skill that you can bring as a youth worker. These donations, these were actually from some community organisations. So these baskets are for our young people who are moving into a new whare, a new home, and they just don't have some of that essential stuff like toasters and a dishwashing scrub, which small, but man, you don't have a dishwashing scrub, what you're going to wash your dishes with your hand? No, you don't want to do that. So here is my papa mahi, my desk, where I work and I write all my notes, aka admin. But I like the idea that we are telling the stories of our young people so that we can keep track of things and know how to best support people in the future. Cool. I did a Bachelor of Human Services. Do you need a degree to become a youth worker? I would say that lots of organisations are requiring that, but some don't. So that's cool, because you could study for years and years but actually have no idea how to make a connection with someone, even if it's through volunteering at like a youth group or like a community group. The most rewarding thing about my work is seeing them believe in themselves by taking opportunities which they were once too scared to do. You forget why you love what you do, so you always have to reflect back on it. But like I'm sitting at my computer, but then I go see young people and I'm just like, ah, and my energy just goes up 100%. Don't be too serious. Don't ever get too serious. You just have to relax, chill, and have a laugh. Don't become too serious. Always remember that lightheartedness while you're doing your mahi. 接下来的部分呢，就是做这个工作的职业规划和职业通道。大家肯定都不想一直做这个基层的护理工作。那接下来你的上升通道，你这个职业的上升通道是怎么样子的呢？那也是分为2个不同的路径。一个路径呢，就是往管理层面发展。我以 residential 来打比方好了，就是 support 这个工作。那往上最基本的入门级的管理呢，那你可能就是 house coordinator， 就是关于怎么样管理这个房子，也不是管理啦，就是协调这个房子。每个礼拜这个房间就是一些杂物啊、食品啊，或者是各种清洁用品啊，你负责订货，然后这个房间每个 residents 跟家里面的联络，你是汇报他们这个礼拜做了什么，然后发一些照片给他们家长。房间里面有什么东西坏了，你负责和公司沟通去修或者去怎么样。那这个职位呢，其实你主要工作还是 support worker， 就你一个礼拜可能给你5个小时或者6个小时，你做这样的工作。那接下来呢，你可能就是做 operational manager， 2个房间的 house coordinator 跟他汇报，作为公司和房间之间的这么一个沟通的中层的管理层吧，负责每个 residents 他们的身体情况，定期做体检，和家里人的沟通，然后给每一个 residents 定他们想要达到的目标，就每个人会有自己的目标，如果他们自己没法表达的话，更多的是公司或者是家里面人帮他一起协商决定的。再往上呢，那就是 residential manager， 就是整个公司所有的公司，它大概是10个房间，相当于一个
总经理的形式吧。再往上的呢，应该就是老板自己了，你可以是 director 或者是 owner。当然了，还有另外一个发展的通道，就是你往专业层面发展。你如果是在养老院里面 aged care 或者说是 healthcare assistant， 很多人呢他会去考护士，护士读出来之后呢，成为注册护士，那就完全不一样了，就完全是专业层面的了。对于 support worker 来说呢，你可以去读心理学，或者你去读一个 social worker， 出来之后呢，这些都是需要你注册的。那我现在在的这个公司呢，有一个心理学家，他也是从基层的 support worker 开始做起，做了10几年，然后后面自己去读了心理学，后呢成为了这个 behavior specialist。所有的这些身体残疾、心理残疾或者智力残疾的话呢，那他们的行为怎么样更好的 support 他们？那定期的给不同的小组有针对性的做一些培训，比如说这个是 autism， 就是说自闭症患者，那会有一系列自闭症患者的培训给每一个 support worker。我对于每一个 clients 呢会有表格，就是分析他每天几点到几点做了什么事情，他的行为表现是怎么样子的，他是anxious 或者是 calm 或者是 happy 或者是怎么样，一个这样分析的表格。这个职位的前提呢，就是你需要有心理学的证书，然后更多的工作呢，可能就是行为分析吧，以及做一些培训。他提到的你的职业规划，你的上升通道基本上就是2条路，一条是专业途径，一条是管理途径。然后我再补充一点的是，就是你的和你一起工作的人，和你工作的同事，都在我目前工作的2个地方来说，都是以本地人为主，95%以上吧是本地人，少数的印度的同事，或者是其他国家的南非或者是日本，就非常非常少数。中国的我没有看到过，在 support work 这个领域，但是在养老院那个领域呢，我就不是很清楚。那因为你每天是跟本地人接触，同事以及社区，那可能对你的语言的熟悉程度会有一些语言的练习会有一些帮助。最后呢，就是怎么样从事这个工作，我怎么样从零开始入门，我之前的背景不是这个，我怎么样开始做这份工作。不同的人是不同的情况啦。那我说一下我自己的，我当时呢是 open 工签，所以任何工作我是都可以选的，但是我没有这方面的背景，零。但你只要去网上搜索好了，然后申请，我是申请了2份，一份是 ideal， 面试也面试了，但是后面决定没有要我，因为他们觉得你没有工作经验，他们希望是有工作经验或者至少是 level 2或者 level 3的。另外一家呢，那他们因为很缺人也不在乎，他去了那边做。所以这个呢，工作经验和你的背景呢不是最重要的，因为很缺人，现在比我当时入职的时候更缺人。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有的小伙伴呢他是雇主担保工签，是做的其他的，那想要转这个，因为你是雇主担保，你就只能为你担保的那家雇主工作，你是没办法去做其他工作的。在这种情况下呢，你有2种选择，一种呢，你继续做着那份工作，你自己去读一个 qualification， 网上的，你上网搜一下 healthcare and well-being 的 certificate， 就很多学校它都有，自己上网读完以后呢，你拿到了文凭去申请工作，你就可能需要把你的前的雇主担保换成你现在的雇主的担保。那这个呢，我不知道成功率大不大，但是一种方法。另一种方法呢，就是你自己直接去读一个文凭或者说是证书吧，你就把你的工签转成了学签。因为你每个礼拜有20小时的工作，那利用这20小时呢，你找这方面的工作，就一边读书一边积累工作经验。我觉得这个呢更稳妥，更不容易有差错，然后时间也不会有时间衔接的问题。还有一种情况呢，就是可能你现在读的是其他专业的，觉得找工作不怎么好找，想要转这个专业，那你就利用你的休息，就是利用你的20小时的这个时间去找这方面的工作，然后同时呢读这方面的 certificate， 在工作的同时读，最好是让雇主 support 你读。一方面呢，你自己不用付钱，那也是省了你几千块；而另一方面呢，你相当于和这雇主绑在了一起，他帮你签掉以后，他也会希望让你继续留在那边工作。今天就是基本上内容涵盖了关于 support work， 关于护理这个工作的各个方面，希望对有需要的小伙伴有一些帮助。如果有什么问题呢，欢迎在下面留言。那谢谢你的观看。